这本古泉女诗，剧情最曲折离奇，必须要带。这本《木下还魂》中有木叶生与好友的生死约定，也是不能少的。 哎呦，平儿，不是，哎，你这是进京赶考啊，还是去读话本啊？我参加科考就是为了进大理寺，追寻木叶生的脚步。若是少带2件冬天的棉衣，或许还能装几班。哎呦，哎，罢了，明天呢，师傅给你雇辆驴车啊，把你喜欢带着。 都带上吧，啊，都带上啊！大人，您找我？想办法，在含元殿安排我们的眼线。您是决定要？大人，属下斗胆说一句，我们即使冒最大的风险，也只能在外围一试。但接下来您要做的，更是难上加难。我知道，无非是螳臂当车，匹夫撼树。但这世上，总有螳螂和匹夫。 我明白了，大人，张平来了。张平，你可想好了？正是因为想好了，才来找大人的。 战报，诸卿都看过了吧？南洞侵入岭南东道，劫掠3州，我朝百姓死伤近万，至少3万流离失所。可南洞仍不厌足，继续向剑南道烧杀抢掠，简直欺人太甚。如今形势已是不进则退。圣上三思。 南部边防空虚，守军大多老弱病残，久疏战阵，一旦交战，我大庸不占优势。可惜王太尉诰命，满朝望去，竟无敢战之将。 圣上，臣愿代父出征，马革裹尸，在所不惜。王侍郎一片赤诚，忠心可嘉，但领兵打仗和查案刑讯是两码事，切不可意气用事。圣上，20年前战败，各府州县元气大伤，朝中已是损兵折将，青黄不接。 不可再战了。是折损出众，不可再战。折损出众。那我大庸便继续绥靖，任南洞肆意欺凌，置边陲百姓于不顾吗？眼下南洞无非是想要增加岁贡，和谈可解燃眉之急。和谈。 今日割5城，并日割10城，然后只为得一息安寝。
圣上，圣上，心系社稷百姓，乃大庸之幸。然行军打仗，并非一日之功。况且西北还有蛮族虎视眈眈各藩镇，也是暗怀鬼胎，狼子野心。万望圣上三思而后行。如今之计，只有和谈一条路。臣服矣。你们，皇帝莫要逞一时意气，和谈不是上策，却是唯一可用之策。倘若岁贡可以解决，为何还要打仗牺牲？母后，皇帝，莫再要一意孤行了，安排下去吧。是。查的怎么样了？镜湖先生那边依旧没有线索，但含元殿传了信来，应熙公公正在备车，并且贴身的随侍，不管是当值的还是不当值的，今夜都被排了班。如此说来，太后是要出宫了。她要去何处？我们的人进不了内殿，也只能打听到这些了。光天化日，尔等恣意逞凶。难不成莫文要将我拿去刑部发落？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动刀子？送我一程，就当赔罪了。多谢王大人给蓝某将功赎罪的机会，速送王大人去刑部。莫文，可还是为了今天朝中的事而烦闷？南境水深火热，我朝却还想着苟且偷安。我生于堂堂太尉之家，不能为国分忧。别去。这柳太傅与太后向来不睦，今日却难得站在了同一阵营，可见已成定局。当今天子尚不能扭转，又岂是我等能改变的？正因如此，我才深感有心无力啊。本来想着让你陪我去半月楼痛饮几杯，可谁想，牡丹阁让人给定出去了，扫兴。莫文可是没有报上自己的名号？报了，给多少钱都没用。大人，刑部到了。告辞，王大人。裴志，酒改日再喝。好。撤。以莫文和他父亲的地位，连贾老板都敢负他们的面子，如此人物，朝中屈指可数。而其中又爱去半月楼看戏的，只有那一位了。您是说？今夜我们也去趟半月楼。蓝大人，贾老板，蓝大人，请。大人来了，怎么也不知会一声？今日约好友小酌，不想被打扰。小的明白了，大人今天需要的是私密。大人，请。你这今夜倒是热闹。刚上了一出新戏，大人来的真是时候。大人请自便。
太后自镜湖先生出现之后，一直深居简出，此时只是为了看场戏而出宫，未免太过蹊跷。的确蹊跷，除非他有别的目的。那我便在此处叮嘱牡丹阁，观察太后有什么异常。我去查楼内的情况，看是否有可疑之处。旭东，你配合张平。是，大人。这位客人，请问文竹桌怎么走？这实在太大了，我找不到。多谢。刚才发现一个可疑的人，腰间别着一把金雕虎头的匕首，那是金无畏的兵器。金无畏，对。戏马上就要开演了。天地初开，痴儿怨女。外面可有异常？太后进门时，身边确实一个侍卫都没带。太后常出宫看戏，每次除了应熙以外，也会带数名禁武卫。为何这次异常？不是没带，而是乔装打扮，混入了看客中。那为何不把禁武卫安排在雅间内？还是说别有用意？蓝大人这边什么情况？也是有些奇怪。太后看似沉着，但应熙明显紧张不安。不知流云那边情况如何？他人终被拆散，天国一方。大人，我发现对面戏台飞檐之上，有一人手握金弩，一直对着太后所在的牡丹阁。那弩机体型粗壮，力道能穿墙凿壁，也是金武卫的武器，但不轻易动用。那就更能确定，太后知道自己有危险，有备而来。人间地狱，逃去胡恨。太后今夜绝不是来看戏的，倒像是要设计对付什么人。但以太后的权势，究竟是什么人，需要她以身犯险？是他，镜湖先生。既然他已经针对太后，想必知道太后就是摩罗村案的始作俑者。今天他把太后引来半月楼，难道是要复仇？今夜有仙人来点火，主二人回到人间，携手言仙。
仙人在那牡丹芳丛中，别说呀！牡丹国中的上笔，不说牡丹签藏起来了吗？我明明叮嘱了呀，可是被签的人毛手毛脚，小的这才疏忽了。你等老夫人怪罪起来，谁都跑不了。别今年河川吃素，明月夜，行于君风。文武常盼君一物，久不知万里飞鸿。一别数年，我以纸鹤传你一封书信，与你今夜于此处相聚。这文武场上，指的就是戏台；这万里飞鸿，大概指的就是血雾毒药。大人的意思是，那南陵或许就是镜湖先生，目的就是让太后登台。倘若太后不同意，便像唱词里说的，让这半月楼万里飞鸿。怎么还不下来呀？小世子，你现在不能过去。丹仙一指，修炼试水，趁群鬼未知，快快逃离！后面有上小时，这是怎么做的？太神奇了！是啊。行了，大人莫急，大人莫急，这是安排好的。你往那边看。地狱历劫，重回人间，从此红尘阡陌，任你双飞。
人呢？大人，你来，大人。大人，这黑绸掉落之时，他们应该迅速从这儿下去。别废话，打开，下去看看。这个地道有几个出口？就那边一个出口。从这边进来，等那边跳完舞，就从藏着的出口出去。芸娘。还有气。哎呦！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有人上来吗？没有啊。他不在下面吗？快叫人去找啊！哎，你不是那个？张平在此设宴谢师，不曾想遇到此事。谢谢。曹将军，不妨让张平也帮帮忙。太后，您这去哪儿了？我看着那纸鹤，咱就说这不能去。空空，将军，末将仔仔细细搜了一遍地道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这不可能啊！这好好的一个人，说他能去哪儿啊？刚才大伙都在那看着呢。啊，那黑木脱落，那影子消失，那他就是下去了。恐怕已经不在楼里了。杨老板，太后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找你没完。果然是这样，在跳舞伶人的引导下，大家都以为太后和南陵女灵从这边西台下了地道，会从另一边出来。可实际上，南陵进了地道，将女灵迷晕，再带着太后原路返回，从后台出去了。因为有屏风的遮挡，所以根本不会被人发现。你是说，他趁我们还在关注看客区的时候，就已经从后台把太后给带走了？是。将军，这边有人。还有秦，看来最后一场戏的南陵被凶犯顶替了，估计前人早就做好了手脚，一切都是有备而来。坏了，太后的马车就在后门，方才我们在地道里寻找，耽误了时间，现在恐怕已经……马车呢？我那边去了。闪开！太后的马车。周荆轲。就是这儿，在后面。太后。
您可得听着，千万不敢有什么事啊！您要有个再很明显，这是一个法阵。什么法阵？熊副将。这是什么？这碑上还有字。岭南秘境，有村摩罗，水之清波，山之嵯峨。蛰伏念念，只待今日，手刃仇敌，痛饮狂歌。大人，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镜湖先生这次为何在众目睽睽之下绑走太后，还在骤进科搞出这么邪性的事儿？坊间都已经轰动了，都在讨论太后是如何被镜湖先生用大变活人的戏法绑走的，还险些被烧死。朝中已人尽皆知，他这次的动作，未免太大了。目的是什么呢？或许他就是要昭告天下，太后即是他的目标。很有可能。只可惜我们迟了一步，让他得逞了。如今他要重伤，想要再找机会给他做镜花水月，弄清真相，也不太可能了。你先别急，我觉得镜湖先生在骤进科留下的信息，似乎要传达什么。或许是与当年那段秘辛有关。把它弄清楚，或许摩罗村案，我父亲的旧案，镜湖先生的复仇，也就水落石出了。只是这个法阵，到底有何意义？我趁还记得，把法阵中的图案画了下来。骤进科出事前，常为宫中施展祝有术，虽已荒废多年，但或许还藏有一些与这法阵相关的典籍。那我们今天就去看看，碰碰运气。嗯。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？20年前，骤进科首领还是玄机。当年一场法事中，蛊毒泄露，骤进生全数身亡。此后，这里便被查封了。玄机死后，我曾来看过，但当年的卷宗却不知去向。哎，小心蛊毒！都已经过去20年了，就算是古城，也活不了这么久。小心总无坏处。大人快看，
图案一样，应该就是这个法阵。但上面解说的文字有些古怪，看不出是哪里的文字，拿回去研究吧。走，走。郑平，你怎么了？兰大人，你难道残衣上有毒？大人，我们快走，快，快走！树林，树林，蓝大人，蓝大人，你怎么样了？大人，大人，既然醒了，把这剩下的半碗药喝了吧。那位先生说，如此才能将毒性彻底清除。那位先生，哦，是一位姓辜的先生，就是他将您和张平送回来的，还给您诊了脉，配了解药。姓辜。哎，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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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儿？不知啊，看您服了药，人便离开了。可留下什么话？并没有，是我疏忽了。我去找他。不必了。或许我知道去何处见他，未曾想，已经10年了。走吧。我不写喜联，也不画年画。兄台的字好漂亮。这诗也是你写的？若阁下真想买，我给你便宜一些，10文钱一幅。千金之字，却遭此厄运，可惜。阁下打的是什么疾风？明年秋闱，兄台必然高中，到时候这些字画，即是千金，也是难求。兄台的字乃大开大合，随性超然之象，可兄台的诗，却都是七言律诗。
就像牢笼里的枷锁，将兄台的比例比义全部困于其中，真心真性也难以施展。想来最适合兄台的，不是律诗，而是古诗。好比这一句，若烧条二字改为昆仑西来绝嫣然，便更符合兄台的比意。若真得高中，我恭贺兄台。只是难免为这被困住的真性情而扼腕。既如此，就当是我占了兄台的便宜。等等，这幅字我不卖了。我的确曾以此题写过乐府一首，还请兄台雅正。昆仑西来绝嫣然。敢问兄台高姓大名？毕姓孤，名清章，字书林。我自幼敬仰竹林七贤，还曾透过父亲的酒，跑去竹林饮酒作诗，击剑而歌。后来，要为赴翻案，必须走仕途，我不得不研究儒学，知识禁锢自己。没想到初次相见，他竟看穿我本心。人生一世，难得遇到这样的知己。能够将您看穿的人，的确少见。总之，相识之后，我与书林便成为好友。自家中突逢变故，那是我最为自私的一段日子。10年前，思贤书局是京城士子最喜聚会之所，众士子在此既可谈论诗文，交流学问，又可广结人脉，打探科考的消息。乐天兄，此诗文质彬彬，实属佳作呀！啊，佳作！蓝某也读过一本奇书，乃是阮籍的《大人先生传》，行文清丽，纵情肆意，毫无雕琢。我等不屑与你为伍。而我是罪臣之后，平日便受人冷言，在那样的场合，便是屡遭排挤。书林，闲着无事来书局赏月，这么巧，佩芝也在。你也看此书？如此其父奔放酣畅，又肤美清逸，为何不读？想来佩芝也是喜欢的吧？风和日丽不可辜负。书林若无旁事，可愿与我同行？自然愿意。只是仅对坐清谈，岂不无趣？不如去湖边上玩吧。那天我们在湖心发现一座陋室，浮于湖面山水间，推窗便是湖光掠影。我俩便一起将它租下，住了下来。我与他出狱时，也曾和他一起纵酒狂歌，赏花游船。但秋未渐近，我心中还是计划着这件大事。那些堵在我门口想要送礼结交的士子，想必你也见过。
当年的我，正如他们一般，想要结交权贵，探听考官的喜好。裴之，你的行书已经写得炉火纯青，为何要练这方正小楷？今日偶获指点，我的字写得太浮，需要多练小楷和小隶，方能精进。何人作此评价？书法大师孙尚书。胡闹！他喜欢方正小楷，就要天下人都写小楷不成？裴之啊，裴之，你这是在把美玉丢进油锅，朽木砍成棺材。裴之，裴之，裴之，裴之。书林，对不住。裴之，其实我知道，孙尚书除了是书法大家，也是金科主考官。可以你之才，大可不必如此，依然能榜上有名。这世上之人有千千万。谁都不可能面面俱到，处处迎合，反倒得不偿失。在书林面前，我一直自惭形秽，所以便决定以眼前为重，暂时疏远他。那后来，也罢。烟消云散，一了百了。那年科试之后，我才惊闻阅卷官的顺序调换。我本已将文章变得朴素严谨，谁知新换的阅卷官竟然最喜清新俊逸之文。我顿感绝望。我用仅剩的银钱买来酒菜，将耗子药下在了杯中。裴之，谁料当晚，多日未归的书林，竟来到我们的令屋之中。裴之，以你之才，就算文章写得朴素严谨，即便不能名列三甲，榜上有名，还是唾手可得。裴之，岁岁不济，金科落地，大不了下回再来。他知道我心情不好，特意来开解我，但我那时决意赴死，什么话都听不进去。
我原以为就此一了百了，谁料第二天被刺目的阳光惊醒，树林已不见踪影。没想到我命运多舛到如此地步，竟然连买的耗子药都是假的。但后来，大人还是顺利入仕了。因为刘尚书突然暴病，不能阅卷，我的文章就由原本的孙尚书查阅，终得以选为探花，入朝为官。所憾者，为是树林当时的不辞而别和杳无音信。既然大人身体已无碍，我就先告辞了，回去想想案子的事情。大人早些休息。再说你考完的忙什么去啊？成天没个人影。这吃个饭都魂不守舍的。陈超，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？啊？这谁记得清楚啊？哦，好像是有人说，西川郡来了个世子，脾气古怪，不怎么和人说话。我突然碰到，就打了个招呼，处着就出熟了呗。那得多熟，才能成为知己？大声喝茶。知己吧，是可遇不可求的。有的人当了一辈子朋友，都成为不了知己了。我们算知己吗？我们，我们算，当然算了。大人还在犹豫，要不要去见那位顾先生？总归要见，何必举棋不定？裴之，10年过去，人事易变，却不想这花一如当年，依旧繁盛。还记得那年我们一时兴起，趁着捕鱼老翁熟睡，偷了他的山板油壶，才在这湖中心发现了这间小屋。当时你我划船落荒而逃，其实被他发现了，赔个不是就算了，也不知道我们在跑什么。裴师，你这领悟来的也太迟了。
你还记得？我自然记得，当时你总不带钥匙出门，几次被锁在门外，这还是我的主意。竟跟当年一模一样。这入市后，我状况稍好，便将此处给买下来了。如此陋室，当年也是因为便宜敬意才租住，为何刻意买下？当年在这里美好时光，弥足珍贵，买下屋子，权且是个安慰。10年过去，不知那坛酒还在不在？10年前，你我一起埋下，约定殿试后共饮。竟然真的还在。喝吗？喝，不醉不归。你找大人何事？我想问问蓝大人，残夜茶怎么样了？我家大人去见人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先在这儿稍等片刻。嗯。淑莲，你当时为何不告而别？我当然并非无告而别，只是身体突然抱恙，不得已离开。我记得你身体一直康健，当年冷湖求泳、临风夜宿，你都不曾染过疾，为何突然抱恙了？是急症。淑林，你没说实话。陈年旧事，何必再提？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，想着若有一天可以和你重逢，一定要问清此事。你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吗？自然记得。当时我以为要落跑，便大醉了一场。那时我便看出你决意要赴死，所以情急之下，我将你我2人的酒杯调换了。我饮下毒酒，后来看你醉了，我便佯装出门，将毒酒呕出，又立刻去寻了郎中。虽说脱离了险境，但无法治本，留下了顽疾。那你为何不告诉我？我见你如此难过，怕你再徒增烦恼，所以便选择一个人离开，想将这顽疾慢慢治愈。你真是糊涂！
这些年，我也寻遍了解毒之方，已将自己的毒性慢慢清除。也正因如此，我才与这些花草木叶结了缘，习得了些医术。不然也无法为你配出解药。可见世事自有它的机缘。树林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你我真心相交，引为知己。当年你心中郁结，应该告诉我的。我身负着罪臣之子的枷锁，所作所为，都是为了可考入仕，为父翻案。不将各种缘由告诉你，就是怕连累了你。爱之，我懂。怎么睡着了？好饿。张平，这么早？张平，我来引荐一下，这便是我那位旧友，姓郭，名清章，字淑林。这位是张平，幸会。淑林饱读诗书，又懂岐黄之术。张平，你若在这方面有什么不懂的，大可向他请教。对了，你来寻我，可是案子有什么进展？还没进展，所以我来问问您，那张残页查怎么样了？那上面的字十分艰涩，我查遍古书，逐字对照，至今仍难以成卷。我倒是珍藏了几本古传旧书，或许会帮上些忙。既然如此，有劳淑林了。张兄，哎，张兄，张兄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见你彻夜未归，便猜到你在蓝府了。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快跟我回家去啊！我还要喝蓝带茶呢。先把案子放放吧。真是的，什么事都不上心。你说这个世上真有声音十分相似的两个人吗？肯定有啊。哎，你关心这个干啥？赶紧跟我回家听好消息去。张兄，到底是什么好消息啊？你先别着急呀，你看看我今天都给你做了什么菜。蛋啊！那你想想，为什么是蛋呢？不知道。因为蛋是圆的呀，这就叫状元宴。你等等。张兄，你进殿试了。马莲因为作弊被除名，你11名顺延补录变成了第10名。这皇榜，大街小巷贴的都是，我就撕了一张拿回来留作纪念。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你得好好把握，吃了这顿，
明天殿试你定能博个头名。可是我不想参加殿试。啊？这是问题出啊？我参加科举，本来是为了追寻木叶生的脚步，但如今看到陶大人的样子，我已经不知道要不要入仕了。振平，哪个世子不是寒窗苦读，吃了多少苦才能来到京城？如果有个补录的机会，谁不是感激涕零？你说放弃就放弃，你可曾想过我们这种落榜士子的感受？陈超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既然这样，那这状元你也别吃了，反正你也用不上。好心当做驴肝肺。张平，当初我见你痴迷长安，性情刚直，像极了当年的我。可现实如此，换做你是我，会怎么办？舒林，你来了。你后脑生双目不成，怎知是我？在我府里直来直去不通传的，只有你。不对，还有那个张平。藏了什么好吃的？难道是？果然是栗子。哎，当年不识栗子，塞了一大包，又灌了凉茶。这怕是我一生的笑柄。被栗子撑到要吃消食药的地步，你也是我见过的第一人。大人，张平，快来！来得正巧，你不是也爱吃栗子？想必你又是为了残章而来。程序虽无突破，但今日有新的一出，你来读读，看是否有新的线索。怎么了？是否有心事？憋在心里，容易肝气郁结。不妨说出来，好好疏解一番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每年秋冬之时，咳得会严重些。吃2天药便好了，不妨事。世子上殿。点选3家，圣上怎么还不出现？圣上不会还在猎场吧？
殿上禁止携带兵刃，何人如此胆大妄为？恭迎圣上。免礼吧。圣上，殿试乃是本朝选贤举能第一等的大事，万望圣上以礼法待之。若嫌免服太过郑重，着常服亦可，万万不可着此戎装，移风易俗。柳太傅既然提到免服，朕且问你，何以为免服？免服上有12文章，从日月星辰到宗义辅服，包容天地宇宙，意欲吉祥，乃天子的象征。柳太傅看到的是天地宇宙，朕看不了那么高远，只想知道骚思者是谁，他是否夜夜地给蚕天桑？刺绣者是谁？绣图所得的酬劳能否够他治眼疾？染布者、剪裁者、运送者又是谁？他们能否果腹安寝？柳太傅，今晨吃的什么？哦，汤饼。可曾觉得今日的汤饼有些淡而无味？这因为战事，近日京城已经难以买到南境的胡椒和豆蔻了。朱清若是想像之前一般食得有盐有味，只怕还要再等些日子。南境边民是活生生的人，而非拿来权衡利弊的筹码。今日你们以为只是少了些胡椒和豆蔻，吃些清淡的便好。明日更大的灾祸落到头上，方知自己也是筹码，生死被人罔顾。敢问朱清，届时又该如何自处？诸位臣公，有历经几朝的老臣，有正值壮年的栋梁，乃是大庸的过去和现在。而朱世子，则是大庸的未来。此刻朕着戎装上殿，就是要告知大庸的过去、现在与将来。如今烽烟未尽，边患未平，为了天下百姓，朕决定御驾亲征。请圣上三思，您乃一国之君，安危为重。若御驾亲征，只怕没有民，何来家？何来国？为家国计，朕定当百折不回，九死无悔。唯望君臣一心，共克难关，抵御外侮，扬我国威。皇恩浩荡，万民福祉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臣愿代父出征，追随圣上，百折不回，九死无悔。传太后口谕。太后言：路途艰险，万望皇儿保重，早日凯旋。万望圣上早日凯旋。圣上早日凯旋。
平身吧。既如此，今日殿试，朕便以“君子有不战，战必胜矣”为题，请诸位新科士子各抒己见，一较高下。殿试开始。决明子，清新明目。多谢。裴之，我见你终日伏案研究紫蚕叶，究竟所为何事啊？舒林，你杂学旁收甚多，可知这是什么法阵？着实未曾见过。这是在骤进科寻来的蚕叶，与这法阵应有密切的联系。但是这上面的文字实在是古怪艰涩。你看，比如这个字，它字不像字，画不像画。我查遍了所有的书籍，并无半些头绪。若没认错，这应该是回顾的“回”字。舒林怎会知道？哦，我因研究草药，曾遇到过一位云游的普救寺僧人，他与我说过一种以昆虫入药的古老方法，叫藤树。我见他记载藤树的书上用的便是这文字，可还识得其他？我与他也只有一面之缘，还未来得及研习，便东渡求药去了。普救寺，那舒林可还记得他的法号？私叫速决。我向速决法师追问了半天，向他扬言道，如果不说，便彻查到底。他才肯承认自己是当年骤进科唯一侥幸生还之人，说那阵法名叫回声阵，是骤进科不传之秘，最后一次用是在30年前。给谁用？当今圣上。为何？据说圣上出生之时便得了急症，药石罔医，只能命令骤进科施术治疗，旋即便摆了这回声阵，称其有生死人肉白骨之功效。使用此阵法施术了2天2夜之后，圣上竟奇迹般的痊愈了。怎么可能单凭一个阵法就可以救人啊？那圣上又是怎么康复的？要么自愈，要么……难道蓝大人的意思是，当年皇子根本没有救活，现在的圣上是假的？我本也觉得荒谬，但联想到太后与圣上向来疏远，太后只圣上一子，却把持朝政多年，不肯还政于君，又觉得也不无可能。即便如此，可这跟摩罗村有什么关系？镜湖先生为何将摩罗村和回声阵联系到一起？摩罗村出事是20年前，骤进科横遭事故，全体丧生，也是那年啊。20年前，一场法事中，蛊毒泄露，骤进生全数身亡。此后，这里便被查封了。时值先帝驾崩，圣上幼年登基，太后开始掌权。难道太后是怕借回声阵换皇子的秘密被暴露，便杀人灭口？这么一说，倒是可以解释骤进科一事。正是他们当年策划了回声阵，可是摩罗村远在南境，不可能参与其中，怎么会被牵连起来？张兄，蓝大人，你们聊完了吗？没谈完也停一下，出大事了！一龙重翔犹碧天，一龙沉渊无底洞。呼呼一梦30年，不知真龙是假龙。陈超，这事从何得来？街上都在传，百姓之间说什么的都有。我们刚查到此事，风言风语便传开，怕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。对了，大人，当年骤进科一事中，
只有速决法师幸存了下来，隐姓埋名了20多年都没被发现。你是怎么找到他的？这么说来，倒是得了舒林的点拨。是他。兰大人，有件事情我一直没和您说。这位顾先生和那日与我对话的镜湖先生，谈吐举止、嗓音语调都极其相似。你是怀疑舒林就是镜湖先生？不可能，张平，这世上相似之人何止千万？况且你也没有见过镜湖先生的真面目，你不能如此武断猜测。不是，兰大人，我直觉很准的。你想想，我们苦苦思索了那么久都没有结果，为何他一提点你，你就知道了回声阵的秘密？他只是研究医术，又恰好认识那残页上的某一个字。难道这世上就不能有任何的巧合了？单凭一点是巧合，可是几件事情连在一起，还能是巧合吗？唉。张平，我知道你一心扑在这个案子上，想尽快把此案查得水落石出，但是你要小心求证，不能直觉用事。也请大人不要感情用事。我与舒林相交10年，他的为人我最为清楚。况且回声阵已有突破，我们就应该从此下手。我只讲证据认线索，可疑之人摆在眼前，就应该从那入手。兰大人，时候不早了。天黑巷子看不清，我先送您回去吧。是，要不然回去好好静下心想想，说不定就想明白了呢。啊，对。大人，也罢，今日话不投机。宫里传来消息，太后的伤势已平稳，是要追查摩罗余孽。你将水机藏好，千万不可泄露，否则百口莫辩。对，我送一下。启公子，您怎么来了？一起出去走走。殿试那日，你表现不佳，我知道，那并非你的真才实学，你是不想入仕，对吗？你可知我为何执意要与南洞一战？于大局，大庸需要这场胜利；于个人，你不能漠视每一个百姓的生死。若是你，你会怎样选择？我一介白丁，怎样选择都不会影响国家的分毫。那个无所畏惧、敢冲敢斗的张平了，我觉得以前我想的太简单了，只觉得大理寺是会去听天神探的地方，从来没有想过那里也是官场。怎么，现在见识了世道之艰难，官场之复杂，难道你要退缩了？回去我跟你慢慢细说啊。不然，我只查案，但是不入官场的。笑话！没有官职，何来暗查？不置身于黑暗之中，何谈驱散黑暗？来，公子，多谢。这是烤乳扇，取剑南道山羊乳发酵而成，里面的松茸干更是那边山林中的稀世物产。剑南道竟然有这样的美食。要我的，这钱不多，略表心意啊。
大叔，这是您的全部家当了吧？都捐了，您靠什么吃喝？哎，叔什么苦都吃过，你就别替我操心了。况且我的儿子也是当兵的，总之我不能看着他和他的弟兄们饿着肚子打仗啊。他们这是？啊，他们是大服市的商贩，正自发的给南征军捐款捐物呢。您慢走啊，大叔，往那儿就行了。你也来了？走，往那边。这些年啊，朝廷终于应了一回。是啊，将士们出生入死，不就是为了我们能吃口饱饭、睡个好觉吗？哎，我说啊，您老人家还是把驴牵回去吧。您这一份儿，我替您捐了得了。那怎么成啊？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。好，给您。往这边。邱公子，我已经报名参加了随军伙夫，明日起啊，我就不开张了。往这边。哎，好。现在家乡遭了难，我怎能独自投案？您若再想吃我这烤乳扇，您放这边。就请等大军凯旋吧。行了，来，当你的。哎，谢谢。你看，这天下不是我一个人的天下，而是每个百姓的天下。哦，仅凭一人之力，虽然无法改变所有，好了，但哪怕每个人只做一点事情，便会带来希望。即使是陶周峰他写的话本，能把你带进了京城，您放这边吧。走到了现在，也算是为这世间留下一个小小的希望。这边。哎，好，没逼着你立刻回答，你慢慢想。放这边。哎，树下打的已经剩的啥用的啥？坊间流言，不必当真。呼呼一梦30年，不知真龙是假龙。您都知道了。真假又何妨？是真，身为天子，理应为国而战；是假，作为大庸的子民，更应为同胞而战。张平，公明之会渡河而死，为何还要渡河？位子给你留着，等我回来。大人，这是我自家编的一些筐，看有没有用上。配置今日置办的，也太小气了。只备薄酒小菜，便可当作是寻常的告别，就好似你我今日照面，明日便可再相见。好啊，那我吃完这顿，等着下顿。是你说，当做寻常一句，不提离愁别绪，为何今日如此沉默？莫文，万望小心之类的话，想必你也听不进去。整日胡闹的那个是你。我要走了，没人罩你，你才要小心。我欠你的，怕是……早都说了，不要说这个。我自幼向往翠国沙场，如今心愿已得，你该为我高兴。好，那我便陪你不醉不归，喝个痛快。
真要说担心的话，那边的浊酒可就没有京城的酒好喝喽。那我便当欠你10坛好酒，给你备着。一言为定。但你须得早日凯旋，不然要被旭东和刘云他们都喝光了。自然，待我早日凯旋，再陪你喝个痛快。张兄，张兄，我听你的，把武当面全圈了，官府给咱们办了个大红花。花呢？你听我说完。但我回来的路上，看见他们贴了2张黄榜，都是太后颁的，一张说是要广招名医治疗烧伤，另一张说是要通缉持有水器的摩罗余孽。官府已经开始排查了，还放出消息说，如果有线索，立刻报官，重重有赏。我看那架势，抓住了可不得了，就把花儿丢了，赶紧跑了回来。看来太后没有看见镜湖先生的脸，只能以水器寻人。长兄，你怎么抓不住重点呢？你听我的，从今天开始你不能出门了。还有，那个水器也不能带在身上。还有，这京城知道你持有水器的人可不少呢，万一他们把你举报了呢？不行，我们得赶紧跑。没那么严重吧？不会吧？这么快就追上来了？钱！快！报！徒儿啊，下来吧！怎么，一招金榜题名就不要师傅了啊？师傅，师傅，怎么是你啊？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快放榜了吗？为师自然要过来等你好消息呀。哎，不过我刚进京城，怎么就看见突击令了？师傅你放心，我没事儿。这小院儿不错。师傅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拉面神探，一打听都知道。平儿啊，你现在可出名喽！师傅，哎呦，这就是你常说那个小陈绸吧？对，一看就是个小机灵鬼。哎，这是啊，师傅，这个呀是我们出面摊用的车啊。师傅啊，你要去我房间看看吗？啊，走，看看你的小房间，看看你那个小房间。师傅，我去给您泡茶。好。师傅啊，我平时就去这边。哦。这面柜子上就是我放书的地方。哎，还在看《七鬼夜谈》呢？师傅，茶我沏好了。师傅，您是不知道啊，这张兄啊，最近正迷茫要不要继承木叶生的衣钵进大理寺呢。怎么，大理寺说不进就不进了？那可不啊，最近正排斥仕途呢。那正好，平儿啊，以后你就继承为师衣钵吧。师傅，要不然呢，你现在就跟为师傅回去得了。你跟为师回去之后啊，先学着把那小院啊打理好，要不然师傅100年之后，那些个鸡呀、鸭呀，都得让你给饿死。师傅身体康健，一定会长命百岁。那100岁也有个头啊！你真当师傅是老不死的呢？啊！其实啊，不当官也好，一身轻松。只要师傅我有口气儿，就凭为师我的算命本事，也不能让你饿死，是吧？师傅，为师啊，我还挺高兴的。这以前呐，那个木叶生在你心里排第1位。现在好了，为师我
终于熬出头来喽。师傅，原来你还吃过木叶生的醋呢？那当然了，谁也别想抢走我们家婷儿。谁也抢不走，他脾气这么古怪，谁抢呀？哎，张雄，师傅来京城好几天了，可还习惯？需要添置什么东西吗？习惯？怎么不习惯？每天天一亮就出去了，天擦黑才回来。这师傅啊，在僻静的地方住惯了，这京城这么热闹，肯定事事新鲜。哎，张兄，张兄，你这又是去哪儿啊？查案。非得去吗？啊。知道也劝不住你，但最近查得严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小二，来2碗茶。好嘞。谢谢酒吧。行。来壶茶。哎，来喽！客官，茶来了。啊，来，柚子。是苏珊啊，可以来2碗。您慢走啊。好。多吃点。你多加点。少放点这个。我再给你们2个多加点内酱。老板，来取药。很好吃的。掌柜，刚刚那位是我朋友，他方才药方子记错了数量，特意差我前来再买几钱。啊，一共3味药，哪位？要多少？3个都要，各要5钱。好嘞。黄鼠葵、车桑子叶、积雪草。他买的这3味药，积雪草、车桑子叶、黄鼠葵，都是治疗烧伤的药物。蓝大人，你上次说我查案只靠知觉，没有实证。这次我找到证据了，前脚太后刚要寻药，后脚顾清章就准备烧伤的药物，他应该就是想趁机接近太后。这都是你先入为主的妄断。他是个大夫，买药配药理所应当。像我上次问您的，他为何恰恰出现在周进科附近，又为何知道周进生的下落？这又怎么解释呢？这些我会派人查证，但在查实之前不可妄判。我无意听2位对话，奈何响动太大。书林，既然提到了我，那我也想为自己辩解一番。书林，你不必如此。那日我出现在周金科附近，只是路过而已。我的确不知那便是周金科所在。至于认识素学师傅，也是巧合。只因那时我正四处求医问药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这3味草药可是你今日购买，你用来干什么？我是名医者，去购买《本草集》上提到的草药回来钻研，乃是我日常之事，时时有之。大人，这都是他一面之词。好了。哟，师傅，今儿回来这么早啊？是啊。师傅，您这天天都上哪儿逛去啊？给平儿选东西去了。
师傅带张平真好。遇上了，没办法。师傅，我听闻您会算命，那你帮我看看，这是下一届科举我能不能高中啊？下句科考的事儿啊，你何必现在就开始烦忧啊？其实啊，当不当官啊也没那么重要。你跟我们家平儿每天都能快快乐乐、开开心心，比什么都好。张天家是住这儿吗？不知道啊。知道？说不说？哎呀，我真不知道。在哪儿？是。师傅，金无畏。平儿快回来了，你快绕到正门口去，带平儿藏起来。我在这儿拖着，把他们引到侧门外，让他们往南边追。师傅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啊！快去！走。哎呀，几位呀，你们查什么呀？啊，有话好说吗？啊！老东西，他去哪儿了？那个旭东刚看过来，他说来的人找你有事情。门口怎么这么多警卫啊？来的旭东说来的师傅呢？我说师傅呢？报，找到水器了。报，那边发现一个侧门。侧门。平儿，快跑！快跑！对。这是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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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儿，师傅，求求你了，师傅。师傅，求求你！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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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师傅，都怪我！师傅，都怪我！师傅，师傅没了！师傅没了！小熊，小熊，师傅没了！我要杀了他们！我要杀了他们！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你不能走！先生，先生，你不能走！张兄，放开！张兄，张兄！张兄，对不住了。师傅不能白死。
儿醒了要吃草。南坡上面草儿草，就都带着啊，都带着，绕过二里柳树梢，挪过三里羊肠道。步步上道旁的花儿俏，不怕那豺狼收包。有一本一个劲里摇啊摇，只为吃上南坡的草。张平，张平。张平，张平，张平，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？放开我！张平，放开他！哎呀，张平，放开我！张平，你若去找太后复仇，便换身干衣，喝碗姜汤，免得你未进宫门，便因风寒先倒下。再选一把神兵，否则，你怎么与装备精良的精武卫对垒？你还需精练武艺。少则5年，多则20年，否则，你怎么以一敌百？皮肤岂能撼书？那可是太后啊！前尘旧事过于沉重，你只需知道，我确实为摩罗族而来。当年摩罗村惨遭屠戮，如此冤屈，您当时在大理寺怎么能坐视不管？从我知道这个秘密时起，便再也做不成嫉恶如仇的木叶生了。岭南秘境，有村摩罗，水质清波，山之错愕，蛰伏念念，只待今日，手刃仇敌，痛饮狂歌。老臣谢太后恩典。我做不到，你万十郎都做不到。我做得到，但不会用金虎先生的方式。我要回家，回到摩罗村，查出所有的真相，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为师父和我的族人复仇。你只需知道，我确实为摩罗族而来，前尘旧事过于沉重。待我计划达成，你定会明白各种因果。100岁也有个头啊！你真当师傅是老死人呢啊？谁也别想强了我们家平儿。
哪儿？我到底该在哪儿找到你？我怎么样才能找到莫洛村？大人，这都是他一面之词。好了，这些我会派人查证，但在查实之前，不可妄判。你作何打算？回家，我要弄清楚所有的前尘往事，再亲手为我的师父和族人报仇。大人，大人，张平走多久了？3个月有余。也不知他现下如何。那小子命硬，应该不会轻易倒下。树林那边查得如何？按照您的吩咐，已着人每日跟着。可辜先生出门，要么就是上山采些草药，要么就是去南郊的花圃侍弄花草，并没有和什么可疑的人等有过接触。他采了什么药？治烧伤的药。树林此番归来的种种行径，确实过于巧合。裴师。睡不着，过来坐坐。睡不着，可是有心事。要说没有，确实是自欺欺人了。裴之还在思虑张平说的那些话。张平说的那些话，我无法当作没听见。说了今日潜心熬制烧伤药，我也无法当作没看见。想要解开心中所惑，只好亲自来问树林了。即便是我真的给太后仙药，又有何不可？树林一贯超然世外，怎会因权贵而走了药？超然世外。倘若我真的超然世外，那10年前我又何须进京赶考？裴之，你真的了解我吗？他也中了杀气，浑身烧得滚烫，恐怕是……
醒了，别乱动，再睡会儿。王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在京城待得好好的，跑这儿干什么？京城发生了很多事儿，我来这儿是为了找到莫洛村。一切的疑问，只有在这能够找到答案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说的那个摩洛村，真的在这儿吗？我在这密林之中迷失好几天了，也没见什么村子的影子呀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大理寺卷宗记录的位置就是在这儿。大人您呢？不是在跟圣上在前线打仗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战事堪忧啊！我军虽人事占优，但我军将士皆不适应南风气候，纷纷染上瘴气。现在正跟南洞人苦苦僵持。我此次奉皇命，率先锋部队到南京刺探军情，没想到跟你一样，在这儿迷失了方向，还遭到了南洞人的伏击。剩下的人马，死的死，伤的伤。来，大人。我不饿，你吃吧。大人，水。大人，我们已经在林中困了好几天了，缺吃少喝的。这饼还有一些，但水只有这么小半袋了。您还是别给他了。什么话？老子给的是自己那份儿。可。没事，王大人，我不渴，我还要抓紧去找莫洛村。大人多保重。逞强。敌血！撤！
什么？我们进去，进去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先进去再说。稍息。大人，南洞人没发现我们，但张平说不出话了。接下来怎么办？洞外情况不明，今晚先在这儿休息，明早再说。是，这次多亏了他，我们才能逃过一劫。不过，他怎么知道瀑布后面有洞的？他应该快到家了吧？兄台的字乃大开大合，随性超然之象，可兄台的诗却都是七言律诗，就像牢笼里的枷锁，将兄台的比例比意全部困于其中。真心真性也难以施展。若真德高重，我恭贺兄台，只是难免为着被困住的真性情而扼腕。为何他对我了解如此之深？莫非那时他有备而来？
你怎么了？你别哭了。我帮你找阿娘。阿娘，朱秘藏，阿娘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阿娘，我全部都想起来了。苦若，你已经被圣湖的水洗礼过了，从今天起，阿娘可以教你施术了。嗯。快来追我呀！快来追我！快来追我呀！苦若，水系学会了吗？阿娘逮到你了，你居然没有学会！静心，静心，知道啦。想要吗？好，那你先安静下来，闭上眼睛，听听风吹稻田的声音。只有专注、静心，你才能驾驭你的水气。你睁眼了？别跑！苦若，来阿娘这里。你知道水气是用来做什么的吗？世上人们的苦难留在心中，久而久之呢，就会变成心病。用水气施术就能去除人们的心病。每个人都有心病吗？当然了，阿娘有一个心病呢。阿娘的心病是什么？阿娘把心病藏在水面之下了。人们都会把心中最重的心病藏在那里。等苦若学会施术了，你就知道阿娘的心病了。来，跟着阿娘一起好不好？闭上眼睛。感谢风，感谢石头，感谢大树，能让我们在最纯真的地方感受最纯真的本心。这就是世上最纯真的地方。你要好好感受啊！
如如乖，阿娘去京城很快就回来了。